今天是我們仙台的伴手禮開箱，我們這一次準備了10款的伴手禮。這一次逛的感覺，其實仙台伴手禮的種類跟品項也是非常的多元，雖然不像北海道這麼多，但我們這一次也是挑選了10款，想說來跟大家分享一下。那為了讓我們這一次的開箱再有趣一點，我們就會使用這個求籤。我們這次就會用這個求籤的方式去抽出我們這一次開箱的順序。那我們就一起求籤開箱吧。影片開始之前，請先幫我點個讚啦！看完影片有喜歡可以幫我訂閱開小鈴鐺，才不會錯過最新影片哦。那我們就要抽出我們今天第1款的伴手禮。3號 Lucky 3，龍泉堂的 Butter Monaca 就是奶油最終，最外層是最終餅，然後上面有印的龍泉堂的字樣。它最外層是最終，最終的存在感其實不高，可以看到是有奶油在最中間的，然後跟紅豆，鹹甜的 feel。它的奶油是鹹度比較高的，鹹奶油，我覺得蠻好吃的。我會覺得稍微可惜的點是它的外皮，我觉得它的外皮有一點太沒有存在感了，一點那種酥酥脆脆的感覺都沒有。這時候呢，就是它的盒子裡面呢，它就有介紹3種吃法。第一個是你可以放進烤箱烤30秒，第二個是常溫，所以我們就是常溫吃，然後第3個還有冷藏庫。所以其實我覺得烤過它的皮可能會比較酥脆一點，甚至說中間的那個奶油跟紅豆的結合，可能也會稍微再多一點點。覺得大家這個蠻好吃的，我覺得這真的蠻特別的，然後是又有鹹甜的風味，是我覺得沒有吃過的這種最終餅的感覺。繼續，我們搖出第2款，我們第2款就題目一樣搖出來啦。籤很少，其實不是很好，它沒有很好掉出來啦。第2個是，剛好就是2號，2號是果醬3全出的伊達匯卷，紅豆奶油年輪卷。然後呢，我們買的是這樣子的一個禮盒，它這個禮盒非常美耶，就是很有那種日本武士風情的感覺，非常的華麗感。然後它連裡面的這個匯卷也是這種，就是一顆一顆，然後非常華麗。然後我們買的這一組呢，它是有2個口味，分別是有紅豆跟奶油。它其實是一個這樣的卷，然後是分成2種口味，這個是紅豆，然後這個是奶油。最外層就是年輪蛋糕，然後中間夾的這個夾心，中間的奶油就是蛋糕上面會有的奶油。我剛剛就想說，為什麼覺得它的外皮看起來好像很乾的感覺？吃起來也是有一點偏乾的。即便中間的奶油蠻多，可是我覺得沒有中和掉它的那個外皮的那個乾的感覺。這個沒有我想象中的那麼的好吃。我們換試看看紅豆版本會不會比較不同呢？它的紅豆不是走很甜的那一種，我覺得紅豆的餡料的滿度比奶油高，但是餅皮還是比較偏乾。我覺得這一款沒有深得我們的心。覺得不管是奶油或紅豆，我覺得重點是在它的餅皮啊，我覺得餅皮真的吃起來偏乾的感覺，比較不是我們特別喜歡的。繼續求出我們的第3個伴手禮嘍。5號喜久水安的毛豆奶昔夾心餅，相信如果有去仙台，一定都會吃他們一個很重要的特產，就是毛豆。不管是毛豆的麻糬，或是毛豆的奶昔，這個我們影片裡面都會分享。他們也是把毛豆做成了各種不同的伴手禮，其實真的看到蠻多的。我們等一下後面還有幾款。那先給大家看一下。這個夾心餅乾看起來蠻厲害的耶，中間就是有很厚一層的夾心，然後可以看到好像有一點點那種顆粒的感覺。餅乾的本體，我覺得外面就是正常的餅乾，重點是在它中間的那個夾心。夾心的甜度不會到太高，香氣也蠻好的，只是說我沒有感覺到毛豆的感覺耶。它在夾心裡面有加了像麥片，就是會有脆脆的口感，我覺得口感是好的。對，因為我們在現場喝那個毛豆奶昔的時候，那個毛豆的味道是真的很濃郁，就有點像以前我們吃那個 press butter sand， 但吃起來的感受度我覺得是差不多的。應該說，我覺得它是一個好吃的餅乾，但是如果你今天要說它跟毛豆有關聯，我會覺得有一點找不到毛豆在哪裡。接續求出下一個籤。我看它要掉出來，出來。第4個是7號 Lucky 7，這是我們的第4款伊達茶的金二餅。
它就是一大塊這樣子，非常扎實感的。那我有去查了一下，其實金二餅也是一個日本果子類蠻特別的一種類別。這扎實到不行我先咬一口看看，中間就是扎扎實實的紅豆泥它的紅豆扎實的程度有點驚豔到我之外，它真的外皮會帶有一點淡淡的茶香的味道，宇治抹茶的感覺，就是會有一點茶香配上紅豆的感覺，真的很好吃。我喜歡它的口感是因為它不會像羊羹這麼甜，紅豆的口感很好吃。紅豆真的好好吃哦，吃得到那種紅豆的皮跟紅豆餡的感覺，整款吃起來不會太乾。沒錯，而且甜度也不會太高，你在咀嚼的時候會一直有那種淡淡的茶香跑出來。這個很好吃，這個有看到我覺得可以買。我們就繼續來求出第5款的伴手禮。今天好快掉出來。Number 1， 1號是秋之月的卡士達蛋糕機場版。稍微比較特別一點的是，我們買到的這個是在仙台機場的機場版，盒裝外面是仙台機場的一個圖片。它後面很可愛哦，你還可以把它拿來剪紙來做一個小小的飛機。我覺得秋之月這個應該是去仙台到處都會看到啦。它的最外層是有一點點像是那種蜂蜜蛋糕的感覺，中間那一大層的卡士達醬看起來非常非常的欠吃。我們其實有先事先把它冰起來，因為有人說冰起來吃過的口感會像冰淇淋的感觉，很好吃。我跟你說，我覺得它重點完全都在中間的那個卡士達醬，一定要先冰過吃，真的就像冰淇淋的口感。外层的那一個面包餅皮，微微的沒有什麼存在感，它的味道完全都是來自於中間那個餡有夠飽滿哦，是我喜歡的卡士達當初會買機場版，就是因為就走機場版是3入最少，其他在車站都是6入以上、12入以上。我們其實很怕吃不完，然後加上它的效期其實也沒有很長，但我覺得它冰過的口感真的是不用擔心吃不完，好好吃。也蠻少有伴手禮做成卡士達風味的。對，我真的我們開了那麼多的伴手禮，我好像還沒有買到什麼卡士達風味的，這個真的是有蠻深得我心的。如果當然怕吃不完，不要買太多的話，你可以在機場買這種小盒裝的。但如果真的我覺得不会吃不完了，这真的太好吃了。繼續搖出第6個伴手禮。怎麼那麼快？第6個就是6號 KK 跟毛豆茶聊出的毛豆奶昔風味的 KK。因為我們這一次最後我們要離開仙台機場的時候，我們有在機場喝那個毛豆奶昔，好好喝，真的非常好喝，大家離開前一定要去喝一次。那他就有跟 KK 有出了這個聯名款的這個毛豆奶昔風味的 KK。其實剛剛光打開來聞的時候，就已經有聞到非常非常香的毛豆的那種香氣。這聞起來毛豆味超濃的。對，這個毛豆味很香，好好吃哦。是你吃進去咬的時候，它又會再出來的毛豆味。應該說 KK 本來就很好吃，確實這個口味在其他地方真的沒有看過，真的好吃到我不想講話，好好吃哦。但不得不說，因為其實 KK 本身的甜度就比較高一點啦，所以我覺得這個吃起來的甜度又有再稍微高一點點。但我覺得 OK， 因為有那個毛豆的香氣，其實蠻中和掉那個甜味的。所以我看到一定要拿這個也太好吃了，也不用怕吃不完。這一下吃完了。因為像我自己辦公室都有放一盒，就是隨時隨地都可以吃。但好好吃哦，這一定要買，這一定要買。我要求出第7000。出不來，出來呀！我們的幸運籤出來，出不來，為什麼？不是因為裡面東西越來越少了。我要沒有耐心哦，給我出來！第10號激動山形的米餅巧克力，這個是我們去藏王樹冰的時候，那邊有一個伴手禮店，然後木易陽就有看到了這個是激動的山形，這個是只有在山形限定的一個伴手禮，然後它蠻特別的，它有說它是有加入了山形產的燕雞米一起做成的巧克力。
光看外形就覺得它有一點點厲害耶。它最外層裹上了巧克力球之外呢，其實你可以看到中間是有那種一顆一顆的米餅的感覺。好特別的風味哦。大家小時候有沒有吃過爆米香？它就是巧克力口味的爆米香哎，它的巧克力是會微微苦味的巧克力，就是甜中帶苦，加上中間的那個米餅的香氣一起吃，很好吃哎，我覺得是一個口感很好的巧克力耶，而且如果你本身也是很喜歡吃那種爆米香類的，這個真的很特別，這個可以買，這個很好吃，非常好吃。再來，我們就繼續求出下一籤。第8籤也是我們的今天的第8款，這是伊達政夢的烤飯糰煎餅。伊達政夢本身就是一個米的品牌，所以他用他們的米的品牌來做成這個煎餅，然後它很可愛，它是做成一個像飯糰的造型。那它確實也是想要呈現一個烤飯糰風味的煎餅，可以看到它的煎餅上面是有那種一顆一顆米粒的感覺耶，感覺非常厲害。聞的時候醬油的香氣很濃，好酥脆哦。這跟我們既往吃過的煎餅的口感不太一樣哎，它是一個我覺得煎脆型的煎餅。聞的時候以為說它的醬油的風味會很濃，可能吃起來味道會很重，其實它很清淡，但這個口感真的是蠻特別的。而且你不覺得也有點很像在吃那種鍋巴的感覺嗎？微微的那種鍋巴感，但它不會到鍋巴的黏牙，因為我們都討厭的是鍋巴的黏牙，但是它其實有鍋巴的脆度。這個好好吃哦！天哪，這個風味我很喜歡呢。它真的不是重鹹的，吃的時候不會膩，對，不會覺得很有負擔的感覺。這個很好吃，推薦大家有看到的話，這一個伊達政夢的這個烤飯糰煎餅，可以買1包來吃吃看，很好吃。繼續來搖出我們倒數第2個籤，就是第2個伴手禮。出來。第9號口壓馬的，它呢很特別，它是蛤蜊最終餅乾。當然不是說吃起來會有蛤蜊味啦，它是做成這樣子。我覺得，因為我是網絡上查說它叫蛤蜊，認真來講就是貝殼吧。貝殼會不會好聽一點？貝殼最終餅乾，最外層就是最終餅乾，然後中間是有不同的餡料。這一盒呢，我們買的這一盒裡面是有5種口味，分別有像杏仁、鹽味、巧克力、黑糖跟紅豆。那我們就挑2種味道來吃吃看。我們先從鹹的好不好？好啊。鹽味是這個是鹽味的貝殼，是蠻可愛的，蚌殼精嗎？很可愛，是蠻可愛的。然後這個的最終我覺得就比上一個好，它是有吃得到那種酥脆的感覺。然後它中間其實那一層是鹽味餅乾，很好吃哎。吃得到那種海鹽的那種鹹鹹的感覺，我覺得是很棒的口感哎。我沒有想到說最終跟餅乾要結合在一起的感覺，我那種拍可能看不太出來，它的餅乾其實上面是有那種一顆一顆很微小的那種鹽的感覺在上面。單出這個餅乾吃應該就很好吃，不一定要有這個最終，只是最終就多了它一點點不同的一個口感而已。這個我蠻喜歡的，但是我覺得它是贏在它的中間的餅乾，因為最終本身是沒什麼味道的。第2個口味是 Choco 巧克力的，中間呢是這樣子像巧克力餅乾的感覺，外層的最終的顏色不一樣，跟剛剛的顏色是不一樣，非常淡雅的巧克力，咀嚼完吞下去的時候才會有巧克力的味道，但前面在咬的時候其實沒有什麼巧克力的味道。但是以不甜的巧克力來說，是一個表現不錯的餅乾啊。如果你是喜歡那種巧克力味很濃的話，我覺得這個餅乾你就不會那麼特別喜歡。我覺得大家如果有看到的話，其實可以買1盒，然後有不同的口味，我覺得回來吃吃看，我是覺得蠻特別的。以它的餅乾表現來說，我覺得是不錯的。我覺得其他味道應該也會蠻好吃的。今天的最後一籤，雖然是最後一籤，我們還是要有儀式感，把它做完、搖完，好吧？我們就請你搖出最後一籤嘍。我們來看看到底多久才會搖出來啊？已經搖出來了。好，4號 Number 4是仙台毛豆奶昔風的鬆餅。因為我是在網絡上找到啦，它是寫說它是 pancake 嘛，就是像那種鬆餅的感覺。但是
認真說起來，有點像銅鑼燒。它的外皮的感覺就是像那種我們在超商會買到的那種鬆餅的感覺，中間感覺是有一些餡的，壓的時候是可以壓到一些餡的感覺。它的中間感覺是奶油，它有一點毛豆的碎碎的感覺。我剛剛第一口咬下的感覺，其實就是一個正常想象得到的鬆餅，就是我們很便利商店的麵包裡面會出的商品。但是我覺得它表現有稍微好一點點的是，它中間的那個毛豆的味道是比較出來的，包裝大於實體的東西。對，認真吃起來，它就是一個很普通的鬆餅蛋糕、銅鑼燒的感覺，沒有說非常好吃。這個如果有看到的話，可以跳過。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仙台的10款伴手禮開箱。我覺得要在選出來之前，其實我蠻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的，就是我們這一次有發現到，其實仙台的伴手禮普遍的效期都很短。其實有很多我們在網絡上找到很厲害，然後我們去現場看也很厲害，很想買來吃吃看，可是它的效期可能就是回来台灣的當天就已經過期，所以我們有一些也很想要買來開箱跟大家分享看看，但是因為礙於效期的關係，所以如果大家有去仙台玩的話，要買伴手禮的話，我還是要稍微注意一下效期哦。那我們就選出這10款當中一定要買的一款跟大家分享的。好，那我倒數咯，3、2、1，秋之月。我是第一款，你是奶油最終，对，就是这一個大家去到仙台一定會看到的這個秋之月，跟我一開始想分享的感覺是差不多的，就是因為我本身就是很愛吃卡士達，這是我目前吃到的第一款用卡士達做成的伴手禮，真的吃起來的味道蠻令我驚豔喜歡的，冰冰的吃，真的有冰淇淋的卡士達的感覺，是很特別的風味，這個蠻推薦大家，這個在仙台到處都找得到啦，就是蠻推薦大家可以買一個來吃吃看。我喜歡它是有不同吃法，它有3種吃法，就是你烤過啊，你常溫吃，或者是你冰冷凍都 OK。最喜歡的是它奶油的鹹甜的口味，這是我最推薦的原因。但當然其他的我覺得大家也可以參考。那麼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仙台的伴手禮分享嘍。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，喜歡我的影片請幫我訂閱、按讚，並且開小鈴鐺，我會持續分享國內外好玩好拍的景點以及好吃的美食哦。也可以追蹤我的 IG 看更多美食旅遊的分享。我們下集見，拜拜。